马上要来 PK 的两位是鸡翅和王颖。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来自会说笑喜剧的新朋友，让我们有请来自广东的鸡翅。Hello， 大家好，初次见面，我叫鸡翅，谢谢你们，谢谢。对，我叫鸡翅啊。首先感谢高寒一家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啊。不用，不客气。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男生朋友们，就兄弟们，大家是怎么发现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的？还没发现是吧？给你们推荐一个小技巧，就我怎么发现呢？就前段时间啊，我在那个小某书上面发自拍，很多姐妹们点进来看，还艾特她们姐妹们进来看，留下3个字：你老公。你知道吗？被艾到的姐妹也会艾回去，哎呀，你老公，你知道吗？我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你老公，21世纪的包办婚姻。蛮奇怪的，对吧？真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就很羡慕那些很特别的选手，我很羡慕那些学历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演员，他们一上来就可以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北大，来自交大，来自大专，观众听完都会哇，我来自那个广东财经大学，你看，沉默是今晚的2本。是吧？没有人尊重这个2本，你看，真的没有人尊重。我当年跟我爸说我考到什么财经大学，我爸问我能不能帮他代开发票，你知道吗？没有人尊重这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了一个很小众的专业，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我当时以为我入职了。就这种2本的应用型学科，就教的东西就很纯粹，他真教你怎么卖房。你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一进大学开始卖房，反差也太大了。高考前我还在那背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我一进大学我说每平35000，还什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没有办法嘛，因为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朋友也知道，就我们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塌房了。我毕业第2年就给取消了。我这个专业真的绝了，哎呦，专业也能烂尾。后来没办法嘛，就考研嘛，想提升一下学历，考到那个哲学。我就说为啥穷嘛，穷则思变嘛。哎，我当年考到哲学，我爸都疯了。我爸每天阴阳怪气讽刺我，每天跟我说哲学好啊，跟房地产一样的。搞的都是上层建筑，哲学好，以后找不到工作还可以自洽。我只能劝我爸嘛，我说不是这样的，不要这么物质，对吧？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就黑格尔的角度是这么想，就没有，它反倒是一种拥有。我说爸，你懂我意思吗？我爸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因为我能理解，因为哲学跟房地产就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一个纯粹，一个有铜臭味，对吧？你很难想象，就苏格拉底他在搞哲学的同时还搞房地产，对吧？别人怎么请教问题？别人过去问他说：“苏总，请问人生3大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苏总把烟一掐，地段还是地段。就那种感觉，对吧？很难受，没有办法。老实讲，我当初考研就是为了提升一下学历，但是现在出来找工作，发现不是这样的。就 HR 除了看你的最高学历，他还要看你第一学历。哎，我一开始也不懂，我第一次去面试，那个 HR 问我说：“同学，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我说：“啊，阳光宝宝幼儿园。”面试完就给优化了，那种感受。而且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所有年轻人都在被比较、被分类，对吧？就电影不分级。牛马给你分成 P5、P6、P7， 下等马、中等马、上等马，每匹马还觉得自己是千里马，想等一个伯乐。
等半天等来了田忌，田忌也不培养你，纯鞭策。你每天问田忌今天晚上要加班吗？田忌说加。对吧？我这匹马只能当场写离职信了，离职信就6个大字：老板，你马没了。真的蛮生气的，而且老实讲，我考的这个研其实还不错，我考上的是那个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你们听到广才就不是这个反应，人就是这样，你知道。而且我提到中山大学哲学系，有熟悉节目的朋友应该能想到另外一位朋友，于翔宇，他曾经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对，我跟他在广州一起干了4年脱口秀，然后他去年上完节目之后，我还老给他发微信，我问他，我说兄弟啥时候回来广州聚一聚？他每次都跟我说有事回不去，有事回不去。后来我就明白，就有些事儿他确实回不去了。你知道，就兄弟上完节目之后，我线下演出也变得很尴尬，因为老有观众发那种就比较拉踩的那种 report 那种评价。我印象最深的一条评价是这样的，他说，同样都是中大哲学系，研究生鸡翅的段子深度明显比不上本科生于翔宇。看来第一学历真的很重要。我说你要干什么？我的心也会痛好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比较跟拉踩一直都存在，就无论在什么时代。我心想，即使回到唐朝，也会有人在杜甫写的诗底下留言，同样都是大唐诗人，杜甫的深度一看就比不上李白。杜甫能怎么回啊？杜甫只能在底下回啊，真对假对。而且你们有想象过我们杜甫吗？我们杜甫的感受吗？我们杜甫多委屈，像舔狗一样。我们每天写的都是什么思李白、忆李白、春日有怀李白。你转头一看，李白在赠汪伦。哎，真的，你从广州搬家都是我给你搬的，你的猫砂都是我给你铲的，怎么一转头，付航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哎，桃花潭水3000尺，还不及拍沈赠你情。哎，很多朋友看到这会问我是不是破防了，是不是就是破防了，就是破防了。我们搞房地产最了解怎么破防，全烂尾了能不破防吗？茅屋为秋风所破，好吧。真的，我写这篇段子，我来节目我也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让兄弟常回微信看看。我在微信很想你。我的专业已经烂尾了，我不希望我的友情也烂尾，我想维权我的友情。在我眼里，就是友情第一，学历第二，这就是我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2，你知道吗？同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门户之见，别再分什么第一、第二、第三，1本、2本、3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今天讲到这，谢谢你们，谢谢。在他们2个后面太难讲。哎，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鸡翅。谢谢朋友们，谢谢。鸡翅在这个节目的第一场演出，然后讲这个段子的目的是找他哥们儿，找人。寻人启事，主要是不是？开玩笑，没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心里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对，就是关于一些门户之见，以及关于一些友情。对，你在说之前，你会发微信告诉他说你上这个节目，然后可能会说了啊。回来说大可不必是吧？没有，也是回了4个字，我也是挺感动的，回了4个字叫比赛加油。哇，厉害！没有回3个字你是谁啊？太棒了！再次把掌声送给鸡翅。鸡翅休息一下。要和鸡翅1v1 PK 的王颖，这位选手特点是他会用特别平静的表演来呈现特别不平静的内容。掌声欢迎王颖。大家好，我叫王颖。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生病的事情。我2年前得了乳腺癌，对，我是乳腺癌赛道。但是我已经治好了，你们不要太紧张啊！我一开始也犹豫要不要讲这个话题，我想我要讲这个，我怎么区分观众给我投票是因为好笑还是因为同情呢？后来又一想，我要的就是同情票。我是怎么发现我得这个病的呢？我外甥在家疯跑，一头撞到我的胸上，我的胸就一直疼。后来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确诊乳腺癌之后，说实话我有点生气，我就问医生，我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兔崽子撞的我？我总得怪点啥吧，总不能怪我自己吧？医生说不是啊，反而是因为他撞了你，你才能这么早发现这个病。你是这里所有人里边最幸运的，你知道吗？我说这里最幸运的不是你吗？我现在接受了，就生病不是因为我外甥啊，我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熬夜和吃外卖。我妈说的。吓唬你们一下。生病之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为什么是我？歪蜜。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特别叛逆，剃了个光头。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剃光头，跟我问烦了，我就跟他们说，因为我得了癌症，在化疗。想到这个我吓了一跳，我去，老天爷不会以为我当时在许愿吧？住院之后，医生跟我说手术方案是要全切，就是把一个乳房全部切掉。这个消息还挺冲击的，听到我就哭了，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乳房，还有未来50年的择偶权。我当时哭着和我男朋友对视了一眼，我觉得那一刻我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完了，这回不好换了。我不是说女生少一个乳房就找不到男朋友啊，我知道有的女生很优秀很有魅力，你别说少一个乳房，你多一个都能找到。我只是说我真的很难找。我男朋友后来跟我说他不介意我生病，不会因为生病跟我分手，他人真的挺好的。但是我听过一句话，没有天生的好人，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所以我要把他的不介意告诉所有人，大家一起把他约束成一个文明者。我男朋友人还挺好，但他嘴特别欠。生病之前我俩刚好讨论过《老友记》那段女生的身体有哪些敏感点，确定要全切之后，他说，哎呀，这不得少一个敏感点吗？我说我虽然少了一个敏感点，但也多了一个敏感点。你说话给我注点意。医生说我可以做重建，装个假体进去，但是会很疼，恢复期也很长。我很怕疼，就拒绝了。医生一直在劝我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还年轻呢，你要不要考虑你男朋友的意见？他想装怎么办？我说他想装，让他装，他能装2个。我能理解医生的顾虑啊，很多人会觉得少一个乳房之后人就不完整了。我有朋友甚至专门过来安慰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完整了，亚马逊的女战士为了方便射箭会直接把自己的右乳房切掉，他们的完整形态就是没有右乳房。我说可我切的是左边呢，要在他们那儿我左边不完整，右边挺多余。手术前一天晚上我还挺紧张的，我们病房4个病人都睡不着觉，家属，我们世界上最亲的人在打呼噜。我睡不着就看了一下，发现只有我妈没睡，我当时特别感动，觉得还是我妈最爱我。我就说妈你也睡不着啊？我妈说这怎么睡得着，呼噜声这么大。手术之前先把我推到手术室的走廊上，长长的走廊上只有我躺在那里，就很容易乱想。我脑子里全都是手术失败怎么办，治不好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是误诊，误诊能赔多少钱，全是这种想法。后来为了缓解我的恐惧，我就想唱歌，但是因为太害怕了，我声音都是抖的。我躺在那里唱2只老虎，2只老虎跑得快，我越唱越难受，他们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耳朵。但是他们是2只老虎，
有8个乳房。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手术完我就在医院和其他病友聊天，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有个病友就说我们最好不要吃海鲜，因为海鲜不利于伤口恢复。有个病友说我们不要吃甜食，因为癌细胞喜欢糖分。有个病友说不对吧，医生没跟我说呀，他让我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我现在还在进行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是打绝经针和吃药。绝经针就是让我不来月经，所以我今年30岁更年期了。这个年龄更年期有一点尴尬，因为我有了更年期的坏脾气，但是我没有更年期的家庭地位。我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想骂我男朋友，但是又一想，我对他没有养育之恩。我现在的内分泌治疗还剩下3年啊，我现在会感到潮热、疲惫，很不舒服。想到20多年之后还有一次更年期，我就特别难受。我朋友就安慰我说，命运还是很公平的，他虽然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虽然你的乳房变成了1个，但是更年期变成了2个。很多人生完这种大病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变得看得开一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没有这种变化，因为我以前就不在乎。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怪异的行为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现在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我说因为我得了癌症。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因为我得了癌症。你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我喜欢问别人为什么。no。得癌症有一点好处啊，以前我也这么说话，他们觉得我疯了，现在他们觉得我只是病了。手术之前我有好几年都不穿胸罩，路上总会有那种男的直勾勾盯着我的胸看，特别讨厌。现在我还是不穿胸罩，你们看还是挺明显的，一边鼓的一边空的，因为我想给那些猥琐男一点小困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王颖锁票通道倒计时。我之前看过王颖的那个视频片段，当时我就挺喜欢的。然后今天表现的实际上比我看你线下表演的时候状态还好，更举重若轻，更流畅。虽然是一个悲伤的事情，但让我们笑的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就是作品的优秀和表演的功力造成的，所以非常敬佩。对，谢谢。王颖真的，他在舞台上表演这个段子表演得很自如，有的时候再好的内容，如果没有一种自由的表达，对，可能他会给现场的观众以某种压力。对，太好了，王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棒啊！因为很多人面对一些就是一定会心里非常恐惧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像王颖这样的演出，就真的能带来心中的慰藉跟那种平静，然后感觉有一种感觉特别。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就要哭了。他说他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怪异的行为，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重点就是在于那个点真的很打动我。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没病，然后或者有病没病，这个世上活着都要找到一个真正自个儿该走的路那个样子，特别棒啊！好，我们作为女性观众里面，她就是直面自己身体和有一些表达，我个人会特别喜欢，然后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谢谢。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颖。来了，我们来看一下鸡翅和王颖的得票情况是。王颖242票，成功的进入到晋级区。鸡翅202票，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候。机制很棒啊！来，主要想让就是同样是得乳腺癌、同样生病的观众，或者是其他在困境的人，告诉他们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没有关系。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其他病人，我感觉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就是外界会怎么看待他这个病。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在乎这个，所以我想把这种想法传递给他们。